眼见3门禁防炮被万龙殿的将士从集装箱里搬了出来，郎红军看得暗暗啧舌。他也听万破军说起过，要他来帮忙捣鼓一下禁防炮。他虽然对武器一无所知，但好在对电子科技相关的技术非常资深。这还是郎红军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禁防炮，之前以为这东西就是个大号机关枪，可真等着东西摆在眼前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东西的体积竟然这么大，尤其是那6根手臂般粗细的炮管，又粗又长，好不威风。整座禁防炮看起来就像是一辆坦克的炮塔部分，炮口可以上下移动，炮台基座可以左右转圈，所以火力覆盖范围很大。郎红军眼看着万龙殿的士兵不停地组装，忍不住对一旁的万破军说道：“万店主，现在这么凶的武器都能随便买吗？”万破军点点头，随口道：“在东欧基本上就是随便买。”郎红军诧异地问：“就没人管吗？”万破军摇了摇头，笑着说道：“这种东西在这里没人管，私下交易也没人管，非洲各种武装使用的武器装备基本都是从这里买的。”郎红军说：“买个 AK-47 我还能理解，买禁防炮是不是嚣张了一点？”万破军指着其中一门禁防炮，笑道：“这东西也是 AK， 只不过口径大了一点，30毫米。”说着，万破军咂了咂嘴，对郎红军说：“郎大哥，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郎红军忙道：“你说。”万破军开口道：“你看啊，我打算把这3门禁防炮布置在上面3个制高点的玻璃房里，安装简单，一会儿组装好，直接用直升机吊装上去。玻璃房的顶都是可以打开的，但是这东西的安装要求很高，要保证射击精度并且不出现故障，在陆基使用的时候必须牢牢固定在钢筋混凝土的基座上，固定也不难。可是叶先生希望我用完能把这3门禁防炮快速撤走，而且越快越好。你说我怎么才能实现呢？人工拆装怕是需要挺长时间的，可一旦这东西真开火了，我就没太多时间去撤离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在1分钟之内就把它拆下来，直接用直升机调走？郎红军拖着下巴绕着禁防炮转了一圈，开口道：“这东西的使用要求就是下面用重型螺栓固定，确保它在射击的时候不产生晃动就可以了吧？”万破军点点头，对。郎红军想了想，说道：“你们连这东西都能买到的话，那买几个爆炸螺栓应该问题不大吧？”爆炸螺栓？万破军好奇地问道：“那是做什么用的？”郎红军道：“航空航天用的，多级火箭知道吧？3级火箭说白了就是3节火箭连起来的，发射的时候是1级火箭先点火，到一定高度之后，1级火箭燃料消耗的差不多了，就要快速实现与2级火箭的脱离，然后2级火箭赶紧点火接着飞。但是火箭这个连接的坚固需求也非常高，而且它的快速脱离要求在一瞬间就得完成，所以航空航天的科学家就发明了一种爆炸螺栓，说白了就是重型螺栓里内置了爆破装置与点火装置，需要的时候只要一通电，直接就能将整个螺栓炸断，然后实现瞬间脱离。万破军回想火箭发射的画面，瞬间恍然大悟，脱口道：“我知道了，那东西确实快，一般一说助推器分离，一瞬间就炸开了。”对，郎红军点点头，说道：“这东西很精准的，能确保只炸毁自身，不会损毁依靠它连接的设备。不光是火箭上用，战斗机飞行员的逃生座椅也是靠它连着的，瞬间就能解除硬连接。”说着，郎红军又道：“你用爆炸螺栓把这3门炮固定上，需要时只要引爆螺栓，这东西跟底座就能实现脱离了。你要是想快一点，就提前做好吊绳，到时候爆破脱离连接，直升机挂上吊绳就直接带走了。”好主意！万破军有些兴奋地握紧拳头，脱口道：“谢谢你，郎大哥，我这就安排人去采购。”与此同时，北欧首都奥苏城已经与定远薄云如歌分头行动的建功博欧伯军正坐在奥苏城的一家酒吧里喝酒。这几日，他从伯根开始一路调查，想知道失踪的那几名骁骑卫究竟去了哪里，但一直没找到任何与之有关的线索。其实在伯根的时候，他就想过2个方向，既然自己是查骁骑卫这条线，那么自己一方面
可以查萧其卫在伯根失踪后究竟去了哪里，另一方面也可以查萧其卫当初在来伯根之前都有过什么特殊的状况。这其中前者自然是最佳选择，因为只有找到萧其卫的下落，才能知道是谁救走了林婉儿，而后者只能寄希望于萧其卫自身存在什么见不得光的问题，否则的话，这条线往前查基本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欧伯君率先选择了前者，并且在北欧连续查了好几天，一直查到奥苏城，都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郁闷之际，他便干脆在奥苏城找了家酒吧痛饮一番。不过就在他刚感觉到一点点醉意的时候，他的手机忽然收到一条消息，消息来自一个虚拟号码，内容只有简短的6个字：半小时后开会。他无奈地收起手机，掏出2张钞票压在酒杯下，起身便走出了酒吧。回到下榻的酒店，欧伯君洗漱一番，准时打开手机上一个特殊的软件。这软件打开之后，他先是输入密码，然后又做了面部识别以及声音识别，全部通过之后，他的账号便被系统自动拉进了线上会议室内。此时的手机画面上一共有5个火柴盒般大小的画面，其中1个在正中间，剩下的4个则分布在手机屏幕的4个角上。不过5个画面框中有3个都是全黑色，显示还没有接入，已经接入的只有2人，分别是实时画面出现在右上角的欧伯君，以及左上角一位白须老者。见到那白须老者，欧伯君恭敬地拱了拱手，笑着说道：“常胜伯，不知您老人家现在在何地呢？”燕京，常胜伯淡淡吐出2个字。欧伯君忙问：“那您老人家有发现林婉儿的线索吗？”“没有。”常胜伯摇了摇头，依旧惜字如金。欧伯君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说道：“哎呀，这丫头果然狡猾得很啊！”正说着，左下角显示有人接入，画面里顿时出现了一个中老年男人的面孔。欧伯君伸手打招呼道：“钟永博，纽约的日子是不是很爽啊？”被称作钟永博的男人笑了笑，开口道：“我等这次出来是为英主排忧解难的，对我来说在哪都是一样。”这时候右下角的画面也亮了起来，定远博云如歌出现在画面之中。欧伯君见他好像是一个人坐在一架公务飞机上，于是便问：“定远博这是要去哪儿啊？”云如歌淡淡道：“我去远东看看，那里地广人稀，符合林婉儿隐匿所需要的条件。”欧伯君惊讶地问：“去远东，怎么没提前打个招呼呢？”云如歌随口道：“你我选的方向又不一样，我跟你打招呼也没什么意义。”欧伯君还想说什么，中间的画面忽然亮了起来，4人表情均是一凛，随即一个个也都立刻停止了交谈。中间的画面从一片漆黑变成一片白光，看不见任何其他的物体甚至轮廓。紧接着便听到一个变声器处理的声音冷冷问道：“你们都查得怎么样了？”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